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生存，从愚蠢中醒悟，并最终建立起坚不可摧财富堡垒的深度思考。我是查理芒格，今年99岁。在过去漫长的近1个世纪里，我只做了一件事，观察那些聪明人是如何把自己搞砸的，然后尽量避免去做那些蠢事。今天我不是来教你怎么变得比别人更聪明，因为那很难。我是来教你怎么别像别人那么愚蠢，因为这容易得多，而且更有效。如果我想让你过上悲惨的一生，我可以给你几个非常有效的建议：要嫉妒，要怨恨，要反复无常，要在运气好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是个天才，并且在赌桌上押上你的全部身家。如果你照做了，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，或者至少你会死得很穷。我亲眼看着我最好的朋友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，把整整4000万美元烧得一干二净。那不是一笔小钱，那是很多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。他在凌晨2点给我打电话，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，又像是一个被抽干了灵魂的躯壳。他哭着对我说：查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你知道这件事里最可悲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他运气差，不是市场崩盘，也不是他遇到了什么高明的骗子。最可悲的是，他是被自己的一个愚蠢决定给毁掉的。仅仅一个决定，就让他在半年内从富甲一方沦为彻底的破产者。当我坐在电话旁，听着他崩溃的声音，我再次确认了一个我在漫长岁月中领悟到的真理：致富和首富完全是两码事。这就好比有人擅长攻城略地，却完全不懂得如何守住城池。攻城需要的是疯狂冒险和一点运气，而守城需要的是理性、偏执和绝对的纪律。我看过成百上千的人建立起他们的财富帝国，彩票中奖者、运气好的创业者、风口上的投机者，他们像烟花一样升起，照亮了夜空，然后迅速熄灭，消失在黑暗里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智商低，而是因为他们从未学会那种能永远保护财富的策略。请记住，这种策略在过去60年的每一次市场崩盘、每一次经济衰退、每一次世界级的灾难中都拯救了我。如果你学不会这个策略，你最终会失去你辛苦建立的一切。这是数学规律，是铁律，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。我想在深入探讨之前，先请你反思一下，你对金钱最大的恐惧是什么？是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？是担心下一次经济大萧条？还是害怕自己会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导致全盘皆输？坦诚地面对这种恐惧，因为那些能长久保有财富的人，都是能坚持到底的人。他们致力于学习，绝不半途而废。而那些半途而废的人，通常都是被恐惧驱使着做出了错误的决定。我现在要讲的不仅仅是投资技巧，更是一种生存哲学。在生物学中，如果你无法适应环境，你就会灭绝。在金融世界里，如果你是脆弱的，市场就会把你淘汰。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收益，而我一辈子都在追求不被淘汰。相信我，只要你活着，只要你不被踢出局，时间自然会给你惊人的回报。大多数人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，因为他们没有穿够衣服来御寒。让我们运用数学家雅各比最喜欢的思维方式，反过来想，总是反过来想。如果我们要摧毁一个人的财富，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除了吸毒和酗酒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，当你拥有巨大财富时，
因为贪婪把所有筹码都押注在一个你输不起的赌局上。让我来详细说说我那位朋友大卫的故事。我们是法学院的同学，他绝对不是个笨蛋，相反，他非常聪明，甚至可以说是绝顶聪明。他白手起家，建立了自己的房地产事业。到他50岁时，他的身家已经达到了4000万美元。他拥有多处房产，现金流稳定。如果他什么都不做，每天躺在沙滩上晒太阳，他这辈子甚至下辈子都花不完这些钱。但是大卫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有了嫉妒心，他起了贪念。心理学上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，叫做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。当大卫看到他的竞争对手，或者他认为不如他的人赚得比他还多时，他疯了。他觉得如果不去赚那笔快钱，他就损失了什么。他遇到了一个生意伙伴，对方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在一个新兴市场开发豪华公寓，预测的数字非常惊人。电子表格上的利润栏写着5000万美元。大卫动心了，他的眼中只看得到那5000万的利润，完全看不见背后万丈深渊的风险。于是他做了3件绝对愚蠢的事情。这3件事构成了完美的毁灭3部曲。第一，他使用了过度的杠杆。他拿自己原本安全的房产去抵押贷款，借来了巨额资金。第二，他清空了流动性。他卖掉了所有能变现的投资，把现金全部投入进去。第三，也是最致命的，他孤注一掷，他把所有的一切，真的是所有的一切，都投进了这一个项目里。有那么一阵子，这看起来是个英明的决定。工程开始了，预售火爆，他到处告诉别人，年底他的身家就会破亿。他沉浸在一种虚幻的胜利感中，接着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市场转向了，利率开始上升，买家纷纷退缩，建筑材料成本翻了1倍，计划停滞了，大卫被困住了。他背负着无法偿还的债务，原来的房产卖不出去，那个开发案每个月都在像焚烧炉一样烧钱，6个月，仅仅6个月，原本稳固的财富大厦轰然倒塌，房产被法院拍卖，开发案破产，合伙人起诉他，最后除了巨额债务，他什么也没剩下，4000万美元烟消云散。在那个凌晨2点的电话中，他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刚刚崩塌了。他说：查理，我花了30年建立这一切，却在6个月内亲手毁了它。我对他说，如果你想东山再起，就永远别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你要做的是学会那个能确保你永不失去一切的策略。这就是大卫的故事，这也是无数所谓聪明人的故事。他们以为智商可以战胜概率，以为勇气可以替代常识。如果你把聪明定义为不仅能解决复杂的数学题，还能在这个充满陷阱的世界里长期生存下去，那么大卫在那一刻是愚蠢的。我们必须要明白，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你无法预测未来，你无法控制外部事件。无论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，还是突然爆发的战争，亦或是某种流行病，这些都是你无法控制的。但你可以控制的是你的财富结构。大多数人的财富结构是脆弱的，就像一个精致的玻璃红酒杯，虽然华丽，但只要稍微碰到一点硬物，比如一次经济衰退，或者一次错误的判断，它就碎了，无法修复。理财顾问们会告诉你，要去分散投资，买点股票，买点债券，这样你就安全了。这不能算错，但这是平庸的建议。因为在真正的危机中，比如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股票、债券
房地产会一起下跌。这时候，所谓的分散投资就像是用纸糊的盾牌，根本挡不住子弹。我们要追求的不仅仅是强固，而是纳西姆·塔勒布所说的反脆弱性。想想你的免疫系统，当你接触到少量的病菌时，你可能会生点小病，但你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它，战胜它，并产生抗体。下一次当更强的病菌来袭时，你不仅不会死，反而会更强壮。想想你的肌肉，你去健身房举重，肌肉纤维被撕裂，这是一种压力，但恢复后，你的肌肉变得更强壮了。你的财富也应该是这样。真正的反脆弱财富，不仅仅是能在灾难中幸存下来，它实际上会因为这些灾难而变得更强大。这才是那些能长久守富的人与那些失去一切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。当坏事发生时，脆弱的人崩溃了，强固的人挺住了，但没变化，而反脆弱的人利用混乱变得更富有了。接下来，我要把这个概念拆解成5个具体的原则。我希望你能拿出一张纸，把它们记下来，因为这些原则不仅能保护你的钱袋子，还能保护你的理智。我要教给你一个能拯救你财务生命的数学题。这道题很简单，小学3年级的水平，但华尔街有一半的人都算不对，或者说他们假装算不对。如果你损失了50%的财富，你需要多少的回报才能回到原点？很多人直觉上认为是50%，错，大错特错。你需要100%的回报。想一想，你有200万，亏了一半，剩下100万，要从100万变回200万，你需要让资金翻倍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赚10%很难，赚100%简直是难如登天。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如果你损失了75%的财富，你需要300%的回报才能回本。如果你损失了90%，你需要900%的回报。看到了吗？这个坑挖得越深，你爬出来的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。如果你亏光了，那么无论你后面乘以多少倍的回报率，结果都是0。所以建立反脆弱财富的绝对第一优先事项，不是去寻找下一个10倍股，而是永远不要挖一个你爬不出来的深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执着于避免灾难性的损失。我这一生冒过很多风险，但我从未冒过那种可能彻底摧毁我的风险。我承担的每一项风险都经过精确计算，确保就算我错了，我仍然能存活下来。把这句话写下来，贴在你的床头。生存永远优先于成长，因为如果你无法生存，就没有成长可言，你就永远出局了。具体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永远不要使用过多的杠杆，以至于市场稍微波动一下，你就被强制平仓。这意味着你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哪怕那个篮子看起来像是用钛合金做的。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，也是我想传授给你的。无论任何单一投资看起来多好，永远不要集中超过25%的财富在上面。哪怕你是巴菲特，哪怕你拥有上帝视角，知道这件事有99%的概率会成功，但只要有1%的概率会让你归零，你就不能把全部身家压上去。因为如果是1%的概率发生了，对于你来说，后果就是100%的毁灭。大卫的错误就是把100%的筹码都压在了一个案子上。如果他只投入了25%，哪怕项目彻底失败，他损失了1000万，虽然很痛苦，但他手里还有3000万，他可以痛哭一场，可以吸取教训，然后继续生活，甚至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
但是他选择了梭哈。在赌桌上，梭哈意味着你要么赢下所有，要么输掉内裤。而对于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来说，永远不要让自己处于那种要么全赢，要么全输的二元对立中。人们为什么会违反这条规则？因为贪婪，因为想赚快钱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大脑在面对巨大的潜在回报时，会自动屏蔽掉风险。大卫看到的是那5000万的利润，他想象着自己成为亿万富翁后的生活。这种想象产生的多巴胺让他对风险视而不见。你要明白，那些押上一切并赢了的人，只是幸存者偏差的产物。你看到了一个彩票赢家，却没看到那几百万个输得倾家荡产的倒霉蛋。不要把运气当成能力，更不要把幸存者的故事当成真理。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危机中会破产？不是因为他们资产不够多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权。选择权意味着你永远有退路，你永远不会被迫做出决定，你永远不处于绝望之中。你可以坐在那里，看着别人恐慌，然后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出手。这种力量非常强大，因为大多数财富的损失都发生在人们被迫在压力下做决定的时候。大卫之所以失去财富，核心原因是他没有任何选择权。当那个开发案开始出问题时，他无法等待市场好转，因为银行在催债，他无法抽身而退，因为资金已经被锁死，他被巨额债务和毫无退路的处境给绑架了。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钱继续投入一个失败的黑洞，因为一旦停止，就意味着承认失败并立即失去一切。那种绝望，那种别无选择的窒息感，就是财务上扼杀他的元凶。他被迫把好钱丢进坏钱里，被迫承担更多债务，被迫以极差的价格出售资产。所以反脆弱财富的第二条原则是永远保留选择权。这意味着你必须拥有冗余。在工程学里，一座大桥之所以安全，是因为它有冗余设计，哪怕断了一根钢缆，桥也不会塌。在财务上，这意味着你必须持有大量的现金或者极高流动性的资产。我知道你会说什么，查理，现金在贬值，通货膨胀在吞噬我的购买力，把钱放在银行里是傻瓜的行为。这是典型的外行话，他们只看到了现金的机会成本，却没有看到现金的期权价值。现金不仅仅是那几张纸，它是你对未来的自由行权证。我建议你永远保持至少20%的净资产，以现金或短期国债的形式持有。永远，我不管市场看起来多好，我不管你对你的投资多有信心，保留着20%的流动性，因为这20%给了你选择权。当所有人都因为贪婪而满仓时，你手握现金，你可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，因为你的回报率跑输了大盘。但是当市场崩盘，当所有人都陷入绝望，被迫抛售资产来偿还债务时，你就成了国王。你可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入那些原本昂贵的优质资产。你在别人动弹不得时还能行动，你在灾难中不仅能存活，还能从容地弯腰捡起地上的金子。让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我看中了一个房地产机会，数字看起来很棒，时机也完美，但我手头上没有立即可用的现金。我本可以去借钱，或者卖掉我的伯克希尔股票，但我没有，因为借钱会增加我不想要的杠杆风险，卖掉股票会触发我不想要的税务成本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会让我处于一种不得不做的紧迫感中。
所以我决定等待6个月后，我的现金回笼了，而那个机会还在，甚至价格更低了。于是我用我自己的条件买下了它。如果我当时很绝望，如果我必须立刻完成那笔交易，我就会承担不必要的风险。也许最后还是会成功，但也许不会。而或许会和必然会之间的区别，正是让你得以首付的关键。大卫当时是零流动性，他的每一分钱都被绑在那个该死的开发案里，所以当他需要现金时，他只能跪在银行家面前祈求接受极其苛刻的条件。如果他保留了20%的流动性，也就是800万美元现金，他本可以挺过那场风暴，他本可以等到市场复苏，他本可以做出策略性的决定，而不是绝望的自杀式决定。是的，在正常时期，这20%的现金会拖累你的整体回报率，但你用这部分损失的收益买到的是什么？你买到的是在别人恐慌时保持冷静的权利，你买到的是不死之身。放眼一生，这种能力远比你为了多赚那几个百分点而冒着归零风险要划算得多。大多数人对财富的理解停留在净资产这个数字上。你有一栋价值1000万的房子，你觉得自己是个千万富翁，但如果这栋房子每个月需要你支付5万的维护费和税费，而它不产生1分钱的租金，那么这栋房子不是资产，它是伪装成资产的负债，它是一个吸血鬼。真正让你得以首付的不是那个账面上的数字，而是现金流。具体来说，是不依赖你出卖时间就能获得的现金流。如果你年薪100万，但你一旦停止工作，收入就归零，那你并不是真正的富有，你只是一个昂贵的打工仔。你的财富是脆弱的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收入就停了；如果你被解雇了，收入就停了；如果行业衰退了，收入就停了。你就像在跑步机上奔跑的仓鼠，一旦你停下脚步，就会被甩出去。反脆弱财富的第3条原则是建立不需要你投入时间的收入来源，直到它覆盖你的所有支出。这就叫财务无敌，这比财务自由更近了一步。财务自由意味着你可以不工作，而财务无敌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，你的系统都在自动为你造血。即使其他一切都出了差错，钱还是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来。只要钱还在进来，你就能在任何情况下存活。你可以安然度过经济衰退，你可以从错误中恢复，你可以从容不迫地做决定。具体来说，这些收入来源包括哪怕你在睡觉也会到账的股票股息，每个月准时打入账户的房产租金，非常稳健的债券利息，你拥有但不必亲自经营的企业的利润分红。我告诉你一件可能会让你震惊的事，我根本不在乎我持有的股票今天在市场上的报价是多少。那个叫市场先生的家伙是个躁郁症患者，他今天心情好出高价，明天心情不好出低价。我为什么要让一个疯子来决定我的财富？我只关心我的投资能产生多少收入。如果我持有一家伟大公司的股票，它每年付给我5万美元的股息，然后有一天股市崩盘了，股价下跌了50%，我真的损失了什么吗？并没有。这家公司依然在卖可乐，依然在运送货物，依然每年付给我5万美元。我的收入没有改变，我的生活质量没有改变。事实上，如果股价下跌，而我手里有之前提到的那20%的现金，我会非常高兴，因为我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入更多的股份。这意味着我未来的股息收入会增加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反脆弱性，那个会摧毁脆弱投资者的东西，价格下跌反而对我有利，
因为我专注的是收入而不是价格。大卫的收入完全依赖于主动的交易，他必须不断地做项目，盖房子、卖房子才能赚钱。他是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，所以当市场冻结、交易停止时，他的收入也完全终止了。如果他当初把那1000万投入到能产生股息的蓝筹股或者稳健的收租物业中，那么即使开发案失败，他每个月仍会有几十万的现金流入。这些钱足够他支付生活开支，甚至偿还部分债务，他就不必在恐慌中抛售资产。所以当你评估每一项投资时，不要只盯着它的升值潜力，那是虚的；要盯着它的产出现金流的能力，那是实的。只会坐等升值的财富是脆弱的，它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，祈祷别人出更高的价格。而祈祷从来不是一种可靠的策略。反脆弱财富的第4条原则是人们最难接受的，因为这需要极大的谦逊。假设你对未来的每件事的看法都是错的。我们都喜欢认为自己很聪明，认为自己做足了研究，认为自己能预判趋势。大卫坚信他的预测是对的，他相信该地区的房价会涨，相信利率会维持低位。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线里，他错了，所以他死了。确定性是财富的杀手，确定性让你集中押注，确定性让你使用杠杆，确定性让你忽视其他可能性。那些能长久首富的人，在建立财富时就假设自己是个笨蛋。这意味着你永远不要把一切压在单一的预测上，哪怕你觉得那个预测有90%的把握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相信未来10年股市会大涨，这很有可能是对的，但万一你是错的呢？万一发生了像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，股市几十年都没恢复呢？万一发生了第3次世界大战呢？如果你把所有钱都放在股市里，而在那种极端情况下，你就完蛋了。所以如果你相信市场会好，那很好，把你的大部分财富放在那里，但不是全部，放一些在房地产，放一些在债券，放一些在现金，甚至放一些在黄金里。因为即使你对市场的看法错了，你并不会对所有事都看错。这就是区别所在。大卫只看错了一件事，那个房地产开发案，但因为他把所有都压在那上面，所以看错一件事就意味着失去一切。但如果你把你的假设分散到多种资产上，看错一件事只意味着你在那件事上输了，其他的部分仍在继续运作。这就是反脆弱性。你的财富不依赖于做对，它依赖于不犯灾难性的错误。我总是很坦然地说，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不知道明年利率是涨是跌，我不知道油价会去哪里。因为我承认我的无知，所以我建立我的财富来应对任何情境。我拥有在通货膨胀时表现良好的资产，比如拥有定价权的优质企业。我拥有在通缩时表现良好的资产，比如现金和债券。我拥有在市场上涨时表现良好的资产，比如成长型股票。我拥有在市场下跌时仍能保值的资产，比如公用事业或必选消费品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谁当总统，无论经济数据如何，我投资组合中总有一部分会获利，而那些不获利的部分也小到他们的失败无关紧要。这样想吧，如果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你应该集中押注。如果你确定这匹马会赢，你就该把所有钱都压在它身上。但你并不确定，没有人是确定的，连上帝都不敢这么确定。所以你要做一个全天候的幸存者。你不是在试图预测天气，
而是在建造一艘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海啸地震都能浮在水面上的方舟。大多数人是反应式的动物，他们等到事情出错了，等到火烧眉毛了，才手忙脚乱地去寻找灭火器，但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聪明人是预防式的，而反脆弱的人是偏执的。他们在坏事发生之前，甚至在坏事还没露头的时候，就开始思考什么可能出错，并建立系统来保护自己。大卫没有为市场低迷做准备，他没有为利率上升做准备，他甚至没有为工程延误做准备。他像一个乐观的傻瓜，假设一切都会按照最好的剧本上演。心理学上有一种极其有效的技巧，叫做事前验尸。在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，先假设这件事已经彻底失败了。比如假设现在是5年后，你的投资归零了，然后问自己，是什么导致了这次失败？是资金链断裂，是合伙人背叛，是法律诉讼，还是健康问题？一旦你找到了这些潜在的死因，你现在就要去解决它们。这就涉及到了反脆弱财富的第5条原则，建立备用系统和保护层。具体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首先是保险。大多数人视保险为一种令人讨厌的开销，是他们必须购买但希望永远用不上的东西。我看待保险是把它看作反脆弱性的基石。人寿保险在你过世时保护你的家人，残疾保险在你无法工作时保护你的收入，责任险在你被起诉时保护你的资产，财产险保护你的房地产免于火灾或地震。这些保险确实要花钱，是的，他们会降低你的短期回报率，但他们防止了灾难性的损失。你要把买保险看作是一个你希望输掉的赌注，你支付保费，同时祈祷你永远不必提出索赔。如果你从未提出索赔，你确实损失了保费，但这实际上是你赢了，因为你买到的是内心的平静，你买到的是下行风险封顶。其次是法律结构。如果你拥有很多资产，不要把它们都挂在你个人的名下。如果你的车撞了人，或者你的租客在你的房子里摔断了腿，对方起诉你，可能会拿走你的一切，通过公司、信托等法律结构把资产隔离开来。就像船舱的隔水设计，一个舱进水了，不会导致整艘船沉没。最后是备用计划，永远要有 B 计划、C 计划，甚至 D 计划。如果你的主业失败了，你有没有其他的技能可以谋生？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，你有没有其他的资金渠道？在工程学中，这叫做冗余。冗余是效率的敌人，但它是生存的朋友。一架飞机有4个引擎，其实1个引擎就能飞，那为什么要有4个？为了冗余，为了在极端情况下不掉下来。大卫为了追求效率，为了省下保险费，为了最大化利润，去掉了所有的冗余，结果一次小小的黑天鹅事件就让他坠机了。记住，你只需要灾难性的失败1次，你的财富之旅就彻底结束了。但如果你从不灾难性的失败，复利的力量将会把你推向你无法想象的高度。让我把这一切总结起来，这不仅仅是5个独立的技巧，这是一个完整的、相辅相成的防御系统。1. 永远不要将超过 25% 的财富集中在任何单一投资上，拒绝孤注一掷。2. 永远保持至少 20% 的净资产为流动现金，拥有拒绝和等待的权利。3. 建立不需要你时间的被动收入来源，直到它覆盖你的生活支出，脱离手停口停的诅咒。4. 承认无知，分散配置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未来。
不做先知，做幸存者。5. 在灾难发生前就做好准备，利用保险和法律结构建立防线，未雨绸缪。当你用这种方式建立财富时，一件非凡的事会发生。你不再恐惧了，你不再每天紧盯新闻担心崩盘，你不再为市场波动而失眠，你不再因为事情出错而恐慌，因为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你的系统都能消化它，甚至利用它。你在系统中建立了如此多的保护，如此多的冗余，如此多的准备，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一的灾难可以摧毁你。而当你不再恐惧时，你就能做出更好的决定。你可以等待绝佳的机会，而不是追逐平庸的机会。你可以进行长期思考，而不是短期反应。这种平静、耐心、富有策略的行事方式，正是这几十年来我和沃伦·巴菲特建立起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秘诀。现在我想请你做最后一件事，不要只是听完这个视频就算了，那毫无意义。拿出一张纸，诚实地回答这5个问题。如果你对答案感到不安，那就说明你的财富大坝上有裂缝。集中风险测试，我财富的多少集中在我最大的单一投资上。如果超过25%，写下那个数字，并问自己，如果它归零，我还能活吗？流动性测试，如果明天所有收入来源切断，我的现金能支撑我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多少个月？如果少于24个月，你就有麻烦。被动收入测试，我每月的固定开支中有多少%是由不需要我工作的被动收入支付的？如果低于100%，你依然是脆弱的。假设测试，我的财富是建立在哪些我以为之上的？比如，我以为房价永远涨，我以为我永远健康。把它们写下来，然后想象如果这些假设错了会怎样。灾难测试，如果我明天被起诉、生重病或者遭遇最大的市场崩盘，我的防线在哪里？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答案，现在就去建立它。这就是我查理·芒格，一个99岁的老人给你的人生建议。不要试图成为聪明人，只要坚持不犯傻，你就已经赢了95%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建立你的反脆弱财富，这样你就永远不必在凌晨2点绝望地拨通那个求救电话，因为到时候你可能正睡得像个婴儿一样香甜。